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草木星空日记，我是沐晨。今天呢，我们要来聊一聊星座与四季还有节气的关系。上一次呢，我们讲完了10大行星的一些基础的概念跟它的象征意涵。我们这一集呢，我们就要进入到了星座。到底什么是12星座？它又是怎么来的呢？那它在占星学上面，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元素存在哦？今天我们就是要来谈一谈古人的世界观，以及他们是怎么样去理解这个天上和地下的自然万物，它生生不息的运作法则呢？从古到今呢，大家其实都很想要知道这个世界到底是怎么运作的。古人相信宇宙自有一套规则，大自然呢是遵循着某一种循环，比如说像是四季变换啊、月升日落，好像有某一种规律。而东方呢，老子《道德经》里面也有一段话呢，是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就是我们人要跟地学习，地要跟天学习，天要跟道学习，道要跟自然学习。从我的角度呢，我理解这一段话，它其实有另外一个观点另外一个切角可以去理解这段话，就是人的生活呢，受地域的影响很深。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嘛，什么样的土壤会养出什么样的物种。那地法天呢，就是土壤呢，大地呢，其实也是看天吃饭的土地会受气候影响很深，地上的万物呢，其实都是仰赖天上的日月啊、太阳啊带来光合作用，月亮带来潮汐等等的，所以其实大地是受天象影响很深的。那天法道到底是什么呢？道是一种轨迹天体的运行呢，遵循着某一种轨迹，某一种法则，天象依据某一种规律，这个规律就是道。那我们要怎么知道这个规律到底是什么呢？这个道到底是什么？那我们就要看道法自然到底什么规律呢？这个道呢，就在自然界里面。我们想要知道这个道是什么呢？我们只要去观察自然界就可以了。那这个是东方老子《道德经》的一个他看待这个世界的一个智慧，他的观点。但是在西方呢，西方古代的哲人呢，先知们留下了翠玉录，就是大家知道有一个是翠玉石板嘛这个是古代智者先贤们他们留下来的一个翠玉石板。翠玉石板里面上面就有写着一句话，叫如在其上，如在其下。英文原文是 as above 就是在上面， so below 上面是怎么样，下面就是这样。如在其上，如在其下，天上如此，地上亦然所以其实无论东方或西方的这个哲学啊、智者啊、先贤们，他们看待世界，他们观察这一个自然万物，他们得到的一个体悟就是他们在天上和地下发现有某一些相连的规则。古人看待这个世界的一个基础，这一个背景，我先让大家了解一下。讲到星座与节气，那么12星座又是怎么来的呢？古人观察四季，春夏秋冬，然后观察太阳和月亮，以及水星、金星、火星、木星、土星古人的眼睛很厉害，肉眼就可以看到土星，超强的古人的视力没有被3C 荼毒，他们不需要吃叶黄素古代人的视力真的很厉害肉眼就可以看到最远看到土星。所以古人呢，试图从中呢去找出天上星象它是怎么对应现在这个时刻、这个时节，大自然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能量呢？那特别在观察天体的时候，太阳跟月亮又是最重要的2大光体白天呢是太阳，观察太阳，晚上呢古人就会观察月亮跟星星。星座是怎么来的呢？它跟太阳有非常密切的关联
它其实最主要就是在观察太阳的轨迹。那太阳呢行走的轨迹呢，有一个名字叫做黄道。占星学里称之为黄道，黄色的黄，道路的道，因为太阳散发着金黄色的光芒。那月亮走的轨迹叫做白道，白色的，因为月亮是散发着银白色的光晕，所以月亮走的轨迹叫白道，然后太阳走的轨迹叫黄道。这个是指古人站在地球上看天空，他会发现太阳每个月份移动的位置好像不太一样，然后就把这个它的移动的位置连起来，形成了黄道的这个轨迹。那12星座指的就是太阳轨迹的这个黄道带上面的星座，因为其实你仰天一望，天上星辰数千万亿颗就是非常多，怎么可能只有12个？12星座特别指的就是黄道带上的星座，太阳有路过的这个轨迹黄道带上面附近的12个星座那刚好黄道带附近的这12个星座，它也适用于白道就是月亮走的轨迹也刚好也在这黄道附近。总之所有我们现在看得到的这个太阳系的一些行星就是日月水金火木土天海冥，这些行星的这个轨迹呢，也都落在黄道带12星座的涵盖范围里，所以我们才会有水星在什么座金星在什么座。可是所谓的什么星体在什么星座，大家就可以想象这个概念，就是星座是拿来标记这个行星的位置，它其实是一个记号，一个坐标，就是这个行星走到了这个位置，那这个位置附近，在黄道带附近，它是对应的哪一个星座，那个星座就是一个记号，就是用来标志行星的位置。所以古人呢在天上就是观察太阳走到哪嘛那他在太阳比如说太阳走到了这棵树上面今天是我家正前方东南边的某一棵树这个月太阳大概就是在这边可能过了3个月后，太阳又移到了西边的这个树上不一样的位置，那我就晚上看一下在这棵树上面是什么星座，然后于是做一个记录，叫做现在这个时节太阳在处女座因为我录音的今天是9月份9月5号，所以这个时节就是太阳在处女座，其实是这样来的所以星座是用来标记这个行星的位置，而且特别是黄道带上面的12星座。好，那西方呢？西方的这个星座它是用来标记太阳的位置呢，它其实与东方的节气也蛮有关联的就很相似啦。因为东方的24节气，我们中国文化就是古人讲的这个24节气呢，其实也是在观察太阳在天空中它行走到哪个位置是一样的，只是呢在这个节气系统里面，我们不会讲太阳走到什么星座，那是西方的古人用星座来去分太阳的位置。东方会讲现在呢这个节气，比如说春分春分这个节气呢，就是太阳在黄金0度的时候是春分。0度呢就是太阳的角度太阳距离这个它在这个经线黄道经线的角度黄金因为有黄金就有黄纬太阳它的位置其实都可以有一个坐标，有一个经纬度去定它这个位置，这个是天球坐标系统里面的黄道坐标系统。中国古人呢，太阳每走15度，黄金移动15度就一个节气了，然后移动30度就是一个星座所以每个星座其实是跨2个节气的。所以这样子看下来呢，东西方呢他们其实都在观察太阳跟四季的关系为什么会有春夏秋冬呢？太阳走到哪一个位置的时候是春天要移动到哪里的时候又是秋天。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就是要带大家来感受一下古人到底是怎么看这个世界的，那星座又是怎么来的所以星座也好，节气也好，都跟太阳有关，而且他们看的日期呢都是国历，不是农历
很多人会觉得哇，以前的农耕社会，农民啊，依照节气去生活、去工作、去下田耕种，那是不是看的就是农历？就是看月亮历其实不是节气它看的是太阳的位置。刚刚有说以太阳在黄金几度做一个节气的那个标记，就把这个命名为现在节气是春分，是谷雨，是大寒，是小寒等等的，所以是看国历。我们讲节气，今天是冬至啦，是夏至啦，我们谈的不是农历是国历。所以我们现在了解了太阳它是跟四季有关的在四季春夏秋冬不同时节呢，它刚好就是会在不同的位置。但是大家可能会很好奇说，哇，那这个是北半球的视角啊，如果是以南半球来讲的话，春夏秋冬是跟北半球是相反的耶。的确没有错，占星学它起源于北半球的两河流域的文明啊。那中国古文明呢，华夏文明也是在北半球，它是以北半球的在地面上的视角，然后去理解占星学、节气跟太阳的关系。好，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这样的学问里面，这系统里面呢，虽然是北半球的视角，可是呢，古人也在其中真的找到了某一些原来太阳在这个位置，整个大地的能量上下一体的，刚刚有讲如在其上如在其下，在这个时间点，其实我们不管是在天上或是在地面上或是在海里面不管是你是生物还是你是动物还是植物，你是哪一国人，你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我们所有的生命都在共享着这一刻的自然的能量。也就是说，这个能量，这个频率，就是我们现在此刻地球上所有的万物共同享有的。那古人就很想要去了解，那到底现在是什么样的能量嘛？他就会去做一些观察。怎么观察？刚刚有讲道法自然，就从自然界里去观察现在自然界里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好，那因为这个状态，我再看一下太阳现在的位置太阳在处女座所以它会有一些连结，有一些关联的，古人就会做记录。古代占星师就会做记录太阳在处女座的时候然后我发现了这个能量是怎么样的然后就会把这个太阳的处女座就给连接起来。所以其实是古代是这样子在理解星座的不是没有来由的觉得什么星座所以就一定会影响我们是怎么样的一个能量，其实它根本就是一体的，你也说不上谁影响谁。但是以古人研究这个占星学来讲的话，他发现了关联，他不是去创造生命的关联，生命的本质，他是去发现了这些能量它其实是有连接性的，然后把它整理成某一种规律规则有一种特征，把它记录下来成为占星学。好，所以如果从太阳跟四季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星座是从太阳跟四季的角度切入之后其他的集数我可能会在下一集或是在往后，我们会从元素的角度再来去理解古人是怎么看待星座的。所以光是12星座理解它本质的角度就不止一个它有3模式、4元素、6组对分项等等的这会让你去理解星座的时候是更立体的。我觉得从这样子不同的角度去理解12星座的本质，会让大家在看待12星座能量的时候，它是更立体的、更生活化，而且是我更有感觉的。它不再只是书里面的一堆关键字或是网络上的一些很简单、很浅层、片面的刻板印象而已。我们要知道这个星座的能量，它为什么是这样？它从哪边观察到的？那古人又是基于什么样的概念下会认为这个星座是这样？我希望可以带大家真的来好好的了解12星座的本质。四季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一年之计在于春啊。
就春天呢，就是四季的开端，春天是四季的开端嘛，所以我们会有春分。当太阳呢从南半球走回赤道以北的轨道，然后与天球赤道相交的那一点就是春分点哦。这个听不懂没有关系哦，换个白话文就是呢，太阳从南半球往北半球走的时候，它会经过赤道。当它经过赤道的那一天，直射赤道的那一天就是春分。而在东方节气里的春分是指太阳走到了黄金0度哦，所以其实东方西方对于春分的定义都是一样的，基本上就是指它太阳直射赤道的时候，而且太阳一年会有2次直射赤道的时候，当它从南半球要回北半球经过赤道直射赤道，这一天叫做春分。那反之，它如果从北半球要往南半球走，它还是会经过赤道因为赤道就在南北半球中间嘛，那腰带嘛，所以北半球要去南半球经过赤道那一天叫秋分是不一样的。可是呢，在春分或秋分的特色就是昼夜等长，昼夜均等。在占星学里面有所谓的2分2至，2分就是春分秋分，2至就是夏至冬至。因为在西洋占星学里面，这4天呢就是春夏秋冬的开始。春分是春天的开端，夏至是夏天的开端，秋分是秋天的开端，冬至是冬天的开端。而2分2至这4天呢，各自又对应了4个星座。春分对应的是牡羊座又称白羊座，那夏至对应的是巨蟹座，秋分对应的是天秤座，冬至对应的就是摩羯座。这4个星座刚好就是春夏秋冬的开端，所以这4个星座也被称为开创星座因为他们的能量是开创的，他们是宣告这个季节，新的一个季节来临了，在能量上是一个非常大的转变是一个跟上一个季节截然不同的能量，所以这4个能量称为开创星座。每一个季节呢，不管是春夏秋冬，其实呢都有3个阶段古人观察到4季里也是有秩序的从季节的开创到中间的稳定稳固的能量，到最后季末季节交替时期的变动能量，然后4季不停的循环从开创然后到固定稳定的能量，然后再变动，然后再开创再固定再变动。所以其实大自然它的4季是依循着开创固定变动这样的模式在进行着。那再讲一次，道法自然既然大自然它是这样的一个运作，凡事都有开创固定然后变动，所有的事情其实都会有一个成住坏空，生老病死，起承转合他发现事情都会有一个开端，然后往上成长茁壮，然后最后可能走下坡或衰败不管你用的词汇是怎么形容它，就是会有这样的一个曲线因为古人也发现到了季节，它从4季里面就感觉到开创固定变动这样子的能量有这样子的模式。所以为什么12星座也会分有开创星座，有固定星座，有变动星座，因为他们就是从4季来的呀春夏秋冬都有各自的开创固定变动的能量。好，那其实在中国的语词里面呢，也对季节3阶段有不同的形容词比如说春天，第一阶段叫初春早春或梦春春天一开始是初春，在中间那个阶段叫仲春，仲夏大家有听过仲夏夜之梦嘛仲春仲夏，那个仲指的就是第2阶段，它是一个稳定发展的能量。然后到第3阶段，我们可能会叫晚春或暮春。暮春的暮呢，不是木村拓哉暮春的暮是朝朝暮暮，傍晚的意思晚春嘛，就是比较晚的一个时段。所以初春、仲春、暮春本来就是古人来指代春天其实也有分这3阶段所以古人也有发现，他也对于季节
的这3阶段给予不同的名词。中国的这个节气春夏秋冬的起始点跟西方占星学的定义有点不同啦。刚刚讲西方占星学里面的春夏秋冬就是2分2至的星座开始来开启这个春夏秋冬嘛，春分嘛，夏至、秋分、冬至。可是在中国节气里，春分不是春天的开始哦，立春才是哦。在中国，它对于节气什么时候是春天到来，它不是看春分哦，它是看立春、立夏、立秋、立冬。接下来我们就来讲第一个季节春天啦。春天里呢，我们12星座之首第一个星座呢，就是春分星座牡羊座啦。那牡羊座就是春分的那一天哦。占星学里把春分的那一天，也就是太阳呢从南半球回到直射赤道的那一天，定为牡羊座的第一天哦。所以，可是其实这一天呢，在2000年前到现在，这一天，事实上它背后对应的黄道星座已经不一样了哦。这是因为岁差的现象，因为地球的自转轴它其实是有倾斜的齁，所以古人2000多年前呢，夜观星象的时候呢，发现春分呢通常都会发生在就是牡羊座的这个时节，那个点春分点都会在牡羊座。可是经过岁差的现象，岁差大概就是每72年就是会往旁边移动一度，就是这是跟地球的自转轴倾斜是有关的。好，总之这是一个地球科学的原理哦。其实春分点现在已经移动到双鱼座了，实际上天文的现象是移动到双鱼座的哦。可是呢，我们占星学还是会把就是春分点的这个点定为牡羊座的第一天。本来星座大家还知道星座它原本是用来干嘛的吗？它原本就是用来做记号的。我就是太阳走到这边，然后我给它一个名字，我看一下这附近是什么星座，好就给它一个名字，太阳走到这一点了，叫做牡羊座。可是因为物换星移，就是可能经过2000多年来，太阳仍然走到这一点标志这一点，就是当太阳直射赤道的这一天这个点的时候，它可能旁边已经不是，它的背景已经不是牡羊座，但是没有关系啊，因为我们占星学的这个系统的概念本来就是把太阳的这个天文现象它直射赤道的这个天文现象，当它直射赤道的这一天，就是有那样子的一个能量。我不管它当时的背景是牡羊座还是双鱼座，这一天我们就是直接对应到牡羊座的能量。牡羊座其实也是依照这个太阳的位置的这个标记来命名的它其实叫什么座都没有关系。在占星学以科学的这个理解来讲的话，我们讲的就是当天文现象这么发生的时候，它有一个能量，我们把这个位置给它一个记号，给它一个名称，然后这个名称我们为了要好书写、好沟通、好理解，我们就叫说 OK 好，那这个能量就叫做牡羊座的能量。所以大家可以理解为什么即便现在真实的天文现象春分已经不是在黄道牡羊座的这个位置了，它其实是已经移动到双鱼座，因为它是会一直往后移动的，每72年呢就移动1度嘛那2000多年才会移动一个星座。好，总之呢，星座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作用，所以它跟天文的实相也不是有太大的关系，因为我们要了解的是这个天体，它每年都会发生这样子直射赤道2回嘛这样子的天文现象发生的时候，我观察到它会对应某一种能量，它会为这个世界带来某一种能量，那这个能量会影响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生物、动植物、人也好，事情也好，总之天象是全天下人共有的，它不是专属某一个人，就是在这一刻这个 moment 就是这个能量。那在春分点呢，这个能量是什么呢？春分点我们把它化为就是牡羊座春分这个时节就是牡羊座的月份啦。那牡羊座这个时间点呢，通常春分会落于国历的3月20或3月21左右。这个时间点呢，古人观察到这是一个种子破土的时间，破土的力量种子要开始发芽了，然后它是大地回春了
因为春天的到来，牡羊座又是春天的第一个星座，所以这是象征着一种万物苏醒过来，动起来，然后要开始就是伸展啦，我要开始发展了，青春无畏，初生之犊不畏虎，这样子的一个能量在牡羊座春分的这个时节，古人观察到的。那第二个春天的星座呢，就是金牛座。金牛座它对应中国东方的节气是叫谷雨，谷是谷物的谷，五谷杂粮的谷，然后雨是下雨的雨。顾名思义，在这个时间点会怎么样？感觉水量是充沛的，有没有？谷雨我觉得感觉就是哇，看起来听起来就是蛮多水汽的，然后而且这个水汽是有助于谷物生长的，它是一股向上生长的一个能量。所以谷雨呢，金牛座这个时节呢，大部分是落在约莫国历的4月20左右。那在这个时间点呢，秧苗呢初插，刚插上去，然后作物可能新种，刚破土而已，那最需要雨水的滋润，所以金牛座其实是跟滋润、滋养、吸收养分是有关的。我吸收雨水，然后我的根要向下扎根，跟扎实有关的，这也蛮符合金牛座的性格本质哦。大家可以从这个四季，从自然界的规律里面去感受一下这个时候为什么金牛座会有这些个性它就是关于吸收养分，关于滋养，我要长大，而且我要头好壮壮，成长茁壮，而且是强健自我，向下扎根的力量。那再来呢，春天的第三个星座呢，就是双子座。双子座它对应东方的节气呢，是叫小满小小的满，满足的满小满。小满呢，通常双子座的月份呢是从5月21号开始，双子座啦它这个起头大概是落于国历的5月21号。那小满在农业当中呢，象征着农作物开始成熟，稻穗逐渐饱满的那个样子，所以这个节气就称之为小满大家那个稻穗逐渐饱满也有多的感觉所以其实双子座能量也跟多有关金牛座呢是好好的长大小草要茁壮，牡羊座是刚冒出来而已，新生的初生之犊的这样子。到双子座就开始稻穗有一点饱满咯，小小的饱满就开始有多这样子的感觉但是还是没有到可以采收的时候，因为还不够成熟但是在双子座，因为它是春天的第三个星座，那通常呢第三个星座也代表说春天要结束了，因为它紧接着后面是夏天要开始了要来了，所以双子座它落于季节交替的这样子的变动能量，它也是变动星座，双子座也是变动星座，所以它很多变，很善变，这是必须的，因为它在季节交替之处古人观察到太阳在双子座这个位置的时候，哇，这段时间可能春天熬不明，有没有听过春天后母面啊梅雨季开始来了，这个天气冷热交替啊，就是非常的多变这就是双子座这个5月21，大概是5月底到6月底的这一段春天要拜拜，然后夏天要来的这个交替时节。好，那接下来就要进入夏天了，拜拜双子座，就要迎接来夏天的第一个星座是谁呀？巨蟹座。在小满过后，巨蟹座它对应的这个节气刚刚有说夏至，夏至呢通常都是开始于6月22号左右大概就是左右1-2天这样子。6月22号，那6月22号什么叫夏至？以天文现象来讲，就是太阳啊，它的轨迹它刚好走到了直射北回归线的时候，北回归线北纬23.5度刚好太阳轨迹它在黄道上面行走，然后古人就观察到它太阳走到直射23.5度北回归线的时候呢，这一天是北半球白天最长的一天那最长的这一天呢就叫夏至。但是太阳呢最远也只会走到这里啦，就是因为太阳的轨迹呢，它走到北回归线呢就会回转往南，它要往南边走，南半球走了最北
太阳的轨迹最北也只会直射北回归线而已所以它才叫回归线嘛，要回转请在这里回转。所以你看巨蟹座它就是在夏至，是太阳要准备回转的一个能量回转要多大的扭力？有买过车子的朋友就知道，扭力是不是就是要让你转弯用的所以巨蟹座它有很大的这个扭力，它有很大的这个创造力，是可以转向的。这个转向的力道要多大所以它会有很强大的创造力。那另外一个相应的在南半球转向的那一个星座是谁？冬至星座相应的嘛，因为太阳走到最远也是南回归线而已，就要转向又要往北边走，那个就是摩羯座。所以夏至跟冬至的这两个星座巨蟹和摩羯呢，他们都会有一种能够让生命转向的创造力，这是这两个星座厉害的地方。巨蟹座呢，怎么样对应这个夏至的能量？大家想想看啊，夏至在干嘛？其实对北半球的人来说，大家要知道这个古文明啊，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两河流域的古文明也好，华夏文明也好，基本上他们的纬度都在蛮北边的。也就是说对他们来讲，阳光呢，夏至这一天是阳光最充足的，太阳日照最长的这一天，对他们来讲是非常神圣的，非常喜欢的。夏季对他们来讲是非常有生命力的，这个可能在台湾，在我们这种亚热带国家呢是比较没有感觉的。因为台湾四季如春你会觉得哇，夏天好热非常的炎热。可是我们要回想，就是2000多年前的占星师这个古文明，他们对于四季的感受呢，跟我们这种海岛型四季如春很温暖的这样的对季节的感受肯定有很大的不同。对于他们来讲，夏季是充满生命力的一个季节，然后也是繁殖很适合繁殖的季节相较于其他的季节啦，我觉得夏天真的是蛮适合出来活动的。然后所以繁殖嘛，大家想想看，如果夏天是一个很适合动物去繁衍后代繁殖的话，它就会跟母性，会跟哺育，会跟照顾有关咯。对有太阳崇拜的这样子的概念的古文明来说呢，在日照最长的这一天，他们认为是很神圣的，是很神秘的，是充满魔法的比如说呢，在北欧国家呢，在夏至这一天会举办夏至节它是个节日叫 Midsummer他们会叫 Midsummer Day就是夏至节。那北欧国家会在这一天呢，会举办露天的篝火晚会人们会围着篝火唱歌啊，跳舞啊，然后气氛非常的热闹。然后瑞典人甚至呢会在夏至的时候编织花圈，然后为对方戴上，就是夏至会被他们视为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之一。所以北欧的人是非常重视夏至节的那中国人有没有夏至节？其实以前有的中国宋朝的时候在夏至是会放假，举国放假3天，大家去避暑这样子。中国古代社会其实是以前很重视夏至甚至会有一些夏至的假期。可是后来慢慢的演变，夏至被另外一个节日给取代了，就是端午节所以其实我们现在台湾人已经不再过什么夏至节了，但是台湾人还是会过端午节，5月5过端午，而且会认为端午节是阳气最盛的时候，有没有午时水？我会觉得那是一个非常阳刚的这个节日。可是其实在以前以前是过夏至的，就是以前中国社会也是过夏至的东西方其实都一样，都很看重夏至这一天它的一个神圣性跟魔法性。英国的巨石阵就是他们也有一个说法，就是会有夏至之光巨石阵不是有很多颗石头吗？然后这些石头其中有一块石头叫做席尔，这个席尔它的位置呢，就是你在夏至的那一天，然后你望着这个席尔的位置，你会发现当天太阳日出升起的位置就是刚好就是对准这个席尔的位置，刚刚好。所以这个席尔位置望出去的那个太阳光就叫夏至之光每年都一样
就几乎就是一样，就是定位在这个点。所以古人也发现说，哇，这个巨石阵它也很可能是史前的某一种太阳神庙，因为这个夏至跟太阳有关，刚刚也讲说太阳崇拜的人会觉得夏至是具有魔法具有神圣性的，所以这个巨石阵很可能是以前的太阳神庙。所以这样子听下来，大家有没有发现夏至这一天真的不管是对东西方的古人来讲，它都会具有某一种神圣的意义或特殊的意义。好，那刚好巨蟹座就是落在这样子的一个时节里，以西方的社会来说，西方人是过夏至节的，然后觉得夏至有某一种神秘魔法的感觉。那巨蟹座它的确是有这样子的一个能量在的，它会有某一种神圣的，然后巨大的，具有扭转的要回转的这种创造力，然后是非常母性的，是阴性能量，因为巨蟹座的守护星是月亮嘛，它是具有这样子的一个色彩在上面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对巨蟹座的一个角度的了解，它其实非常有趣的哦。那再来第二个夏天的星座就是狮子座了，它走到了中间这个阶段，通常就是固定星座、固定的能量、稳定的能量。但是事实上，如果以太阳移动的位置来讲，太阳经历了巨蟹座，它就是正在回转嘛，太阳的轨迹已经要慢慢的要就是往赤道在移动了，往南移动。那狮子座对应的东方的节气呢，就是大暑。暑假的暑，不是薯条的薯哦。之前上课跟学员讲大暑，每个人都说老师那有可乐吗？暑假的暑。好，那中国人啊，把这个狮子座的这个开端呢，7月23号就是刚好太阳的这个位置呢，把它命名为大暑，也是因为蛮热的。那对欧洲国家来说呢，狮子座的这个7月23号到8月23号，刚好这段期间，7月底到8月底这段期间是阳光最充足的盛夏。其实跟夏至一样，就是整个夏天对他们来讲是非常宝贵的然后会有很多的庆典玩乐啊，可以很适合在这一段时间，这个夏天 summer time 呢，去发展你的创造力啊，你的艺术、歌舞、娱乐等等的活动，都很适合在狮子月进行所以的确，狮子月份的这个能量就是属于一个创造的、一个歌舞升平、一个欢乐的、展现自我的、热力四射的一个能量。再来呢，就是夏天的第3个星座处女座啦。那对应的中国节气呢是处暑处暑，处是处理的处，其实就处女座的处啦，只是念法，节气的念法要念处暑，暑假的暑。那处女座的开端呢是在8月23号，国历8月23号处暑也是大概就是在这一天左右。那这个节气呢，在这个星座处女座就是代表夏天要拜拜啦，因为后面就要紧接着是秋天了，秋季要到来了所以在处女座呢，就是一个夏秋之际，暑气渐消了，季节转换了。那在这个季节转换之际呢，大家在干嘛呢？大家可能已经要进行收割了，收成了之前不是种植作物吗？到了夏秋之际，已经开始要准备去看一下我的果子长得怎么样啦，然后开始要有一些拣选、过滤、筛选、挑选把好的果子可以采收的要采下来了不好的要淘汰的就要把它淘汰掉所以其实在这个采收的季节里在处女座这一段采收的期间中，你会发现哇，大家开始忙起来，都在忙着挑选筛选、过滤，然后要去区分好的坏的，去区分精致的跟粗糙的就是要去做一个挑选，要把东西挑出来，然后要依照某一种标准去采摘我们真的可以拿到市场去卖的作物。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挑选能量刚好对应到了处女座，这也是为什么处女座其实很容易让人家觉得你怎么会这么的挑剔的原因。可是其实回到这个时节的本质，这个天地万物共享的这个能量，在这个时间点
它本来就是一个我们要懂得区分，它是一个很清晰的力量，我们要不停的去筛选东西，而且收割时节是非常忙碌的，很多事情要做的因为这关乎到我能不能够拿去卖嘛。后面那个卖的部分就交给后面的星座，在处女座这边事先把东西要有一个完成的作品出来比如说农作物的完成品，稻米啊等等的，就是你一定要有一个农产品出来，要有一个成品出来。那这个成品如果要它卖得好的话，它一定要能够要卖相好嘛，要各方面的品质要够好，所以不能怪处女座为什么是这么重视品质的为什么会很重视呈现，就是好像要求完美，方方面面都要很好。原因是因为本来我们在这个时节做的事情就是这样的能量那当然有些人也会发现处女座好像这个个性上有某一种很擅长计算，他们很会去计算一些事情。你今天采摘下来多少的瓜果就是你有多少的作物，多少的收成，你不记账的吗？那你等一下，你这个进货成本你不记的话，你等一下要怎么样去市集上跟人家做生意呢？所以其实它本来真的就是在计算那这一切其实也跟这个刚好这个时间点，这个能量会反映在人类的活动上。人类就是在收割季节，在挑选一些谷物啊，一些水果啊，就农产品等等的本来也就在计算。所以大家可以想一想8月底8月23号开始到9月23号你在干嘛？小孩9月开学9月要缴多少的注册费部本费，然后补习班要缴多少钱，是不是9月它就是一个阶段，就刚刚好新生入学你说老师你现在讲的是我们现代2024的社会耶，可是你刚刚又在讲2000多年前的古人观察星象处女座的时节是农忙，这两个有关系吗？道法自然，天法道法自然其实古人早就观察到了，从他那个时候的人类社会活动观察到有这样子的一个人间的运作跟天体的某一个关联。可是你说难道这个规则到了2024的今天就突然就不一样了吗？就突然会有个大转变吗？我觉得还是会有某种关联，只是呢人类的科技文明进步了，我们现代的生活已经可能不是每个人都要去收割了，现在也都机器采收了但是我们这种挑选、过滤、筛选、区分、计算的能量就会在别的地方，在别的人类活动里显现出来就不是，当然我们不是要去分谷物，不是要去分什么农产品，可是我们也开始在计算别的东西比如说小孩的学费比如说我们可能也要开始筛选过滤，也要开始有一些排程出来了因为在这个收割季节其实的确很多事情要处理的话，你没有一个好的排序的能力的话，你要怎么一件一件来所以其实自古到今在这个时间点太阳走到了这个位置，就是会天地共享这样子的能量，似乎有某一种不变性在流动着，就是在运转着，因为这就是一个宇宙法则只是你看得懂跟看不懂而已。所以刚刚讲处女座是夏秋之间的这个变动能量所以它也是一个变动，它也是变动星座。那接下来进入到秋季的第一个开创宣告秋天来的这个星座就是秋分的天秤座天秤座的第一天，也就是太阳回到了赤道，又直射赤道了这一天就是秋分天秤座通常会落在国历的9月23号左右。那在这一天呢，跟春分一样昼夜均等收割下来的蔬果作物要拿到市场交易的时节就是在这个时候啦。因为在处女座的时候是开始采收嘛，采摘嘛，收成作物要收成是处女座可是收成完之后的这些作物，这些农产品我们是要拿到市场去交易的，所以呢在这段时间内就会有非常多的交易、社交然后的活动产生人际的交际
这样子的一个交换的能量，在这个9月23号到10月23号刚好这一段时间内，大家你可以去观察一下你是不是这样，有一些合作的案子好像在这段时间内开始冒出来了。然后所谓的交易就是交换，我有什么你有什么，我们来做个交换。从古代到现在的交易只不过也就是能量的交换或资源的交换。可是在这个交易在这段期间内，我们的社交技巧就非常重要了你如果想要卖得好，那你的公关技巧你要加强嘛，你的这个老板娘你要首先要够有亲和力不要得罪客人，然后要非常欢迎，要非常热情欢迎大家来买我的农产品这样子。所以为什么天秤座的人很会社交？他必须要很懂得他客人的需求不然东西怎么卖得出去？所以在这个能量上面呢，也因为这是跟交易、交涉、交换有关的一个能量，所以天秤座的人也很重视公平。交易首重公平嘛，对吗？我拿多少跟你换多少，这我们是要有一个公平的，所以这也跟谈判跟契约精神有关所以在这个时节对应的这个星座，但事实上它这个能量都是天地共享的。好，那到了秋季的第二个星座呢，就是天蝎座这第二个星座又是固定的能量第一个开创嘛，第二个就会固定所以第二个这个天蝎座是固定星座。那它对应的节气呢，就是霜降霜降牛排的霜降，没错可是这边没有要讲霜降牛排。霜降呢，就是开始结霜了因为太阳继续过了这个直射赤道，它要继续往南方走了，它往南移。这个时候呢，对北半球来讲，太阳已经离北半球越来越远了，有没有？天气已经开始进入秋天，慢慢的冷下来了。那天蝎座呢，霜降大概是会落在国历的10月24号开始那这个时候呢，叶子上的水珠已经开始结霜了所以叫霜降。那在这个时期是一个什么样的大地能量呢？大家有没有听过秋决、秋后问斩这样的词语其实这秋后问斩起源于汉朝啦那个时候规定呢，秋冬来行刑比较好就是如果除非你是重大的死刑犯要立刻执行的这一种，不然的话一般的死刑犯呢，在汉朝规定就是会在秋季霜降之后再执行。为什么呢？这是他们的法律规定的就是在汉朝有规定一般的死刑要在霜降之后再执行，原因就是要顺应大自然，顺应天意。他们的天意就是自然法则，因为他们认为呢，春夏是万物生长的季节，不适合杀人春夏的能量是我正在成长茁壮不要执行死刑。可是为什么会挑秋天呢因为秋冬呢是万物凋零的季节，所以他们会挑在霜降之后真的进入就过了霜降之后，让死刑犯随着落叶一起魂归9天。古代执行死刑是真的是会顺应大自然的这个能量，我觉得这就是古人的智慧古人做什么事情都会想要配合天地的能量去做该做的事情，顺应这个能量，这真的是中国人的古人独有的生活哲学。所以为了要能够更好的顺着这个天意，顺着这个大自然的宇宙能量，所以他们连处决犯人也会挑选比较合适的，那他们都是挑在这个霜降之后，因为叶子会掉下来嘛，就是差不多在掉叶子了。你看在这样子的一个季节里，秋决、秋后问斩刚好对应的是天蝎座的能量。所以其实为什么天蝎座它会跟生死有关为什么天蝎座会有某一种比较爱恨分明、残酷的这样子的一个味道在？因为其实天蝎座它跟火星是有关系的嘛，火星是天蝎座的古典守护，可能跟伤害可能跟暴力可能会有比较火星的这个比较残酷的面所以这个也不意外。当然我今天讲的星座不是带你从他的守护星的能量去理解它，我们就是来观察霜降、秋后问斩跟天蝎座的关联，刚好这个时节因为这个能量是这样，所以中国古代的这个
智者们、先知们，他们已经观察到在这个时间点适合做杀戮的这样子的动作。那当然这是中国人的视角，西方人不会有什么秋后问斩，但是西方人是观察到天蝎座它的这个时间点的确这个能量是跟这个火星是相关的。总之在这个时间点它是肃杀的。为什么天蝎座就是杀气腾腾有这个肃杀的这个火星的能量在里面接下来呢，再往南走，太阳继续往南呢，就是到了这个秋天的第3个星座射手座的时候了。那射手座对应的节气是小雪所以通常大概是落在国历的11月23号左右。那射手座是从11月23号到12月20号这样子的一个期间呢，是太阳离北半球最远的时候。因为太阳从这个射手座这整个月份，它会走到那个南回归线走到南回归线的那一天就要回转了，所以其实射手座的这一段路程，这一段路是太阳离北半球最远的路。所以为什么射手座总跟远方有关？大家可以理解吗？因为以北半球的视角，这占星学整套系统是以北半球的人去理解这个世界建构出来的嘛。射手座绝对跟远方有关因为它就是太阳走最远的时候。那在这个时候呢，人们在干嘛呢？要准备过冬了，所以要准备去储存食物，还要去寻找资源。那古人呢，有时候寻找资源不是家里附近就有资源，他可能要跋山涉水，然后再去寻找，去储备一些食物，或者是要去打猎，要准备要过冬了，要储藏一些食物过冬，所以他必定会有离家远行这样子的一个人类的活动。所以为什么射手座其实是跟移动跟这个旅游啊、长途旅游、长程旅行有关也是因为这个时间点的能量就是要你动起来去寻找过冬的希望。甚至在这个我们讲中国好，其实这个能量是东西方共有嘛，全天下共有的能量。在以前浙江龙泉一带的农民常常会在小雪前后会离开家里，然后走进山里面去种香菇因为他们这个香菇是需要时间，就是要播种，然后等待它来日收成的。可是他们都是在小雪前后离家很远的地方去种香菇，往往是长途跋涉的。他可能会远走到福建、江西、湖南等地从浙江走到这个福建、江西、湖南去种香菇所以这是一个长途跋涉的一个人类的活动，实际上发生的活动。那你看不管是从东方角度或者是从西方，总之这段时节就是会有长途跋涉，就是会有这种远方，我必须要去远行去寻找希望，或者是为了未来埋下希望，然后去寻找过冬的资源，这样子的一个能量就对应到射手座。所以射手座它跟远方有关，那它也会怀抱乐观因为要储备东西，要过冬了就是我还有我要拥有某样东西，要来因应接下来紧接而来的冬季。好，那冬季呢的开端呢就是摩羯座啦，也就是对应到冬至。刚刚有说太阳经历了射手座的最后这一段最远的路之后，它的终点就是直接抵达到南回归线，然后就回转所以它到南回归线，太阳直射南回归线的那一天呢，我们称之为冬至。它是北半球黑夜最长的一天，白天日照最短的一天以北半球的视角，冬至就是太阳最远了，离我们最远了。可是其实整个摩羯座的路，就是摩羯座是从冬至12月22号左右会到1月20号左右，这一段路太阳其实是在慢慢回来的射手座才是最远的那一段路，然后到了摩羯座这个冬至就要慢慢回来了。那冬至的时候呢，他刚刚有说就是摩羯座跟巨蟹座一样，它是一个回转的星座，所以他们的开创力惊人拥有这个扭转方向的这样子的一个力道。那摩羯座的月份呢是
太阳啊，在摩羯到水瓶的这一段时间，刚好就是走入一个从冬至要往大寒这个节气奔去的这段路，所以其实摩羯座它是一个走向寒冷的一个星座。以能量来讲，它是越来越冷，越来越冷，越来越冷，一直到大寒啊。那这样子的能量，大家想象一下，大地会呈现一个什么样的景色？就是大雪覆盖，寸草不生。在一片白花花、白茫茫的世界里面，你要生存下去的话，你得自己寻找资源。所以我常常会形容，哇，在这段时间人类真的是活得蛮辛苦的，我们要在这段时间要去寻找资源的话，那肯定这个能量是非常绝处逢生的呀。虽然我没有资源，可是我要努力的活下去。所以为什么摩羯座的求存能力很强？他们有很强的求存本能的，因为这段时节天气是残酷的，可是人类是要生存的，不要讲人类，动物也要生存，植物也要生存。在大雪、严寒、凛冬的这样子的一个时节里，植物有自己保护植物的机制，所有的人都开启了求存必备的本领看家本领都要拿出来了。摩羯座的这个时节的能量就是这样，所以他们可以从没有资源，就是什么都没有的这个状态下，还是能够生存，还是能够去找到、去开发到、去开创到他要的资源，这个是摩羯座很厉害的地方。那有些人会觉得摩羯座他很谨慎、很悲观，凡事会先想到限制，会很务实。为什么呢？因为你在这个大雪茫茫、天气越来越冷、寸草不生、一片死寂的这样子的世界里面，你当然会先想到有什么限制，因为如果你一个不小心，你可能就很难存活下来了。所以做事情会比较谨慎悲观，是因为这时间的能量是不允许你莽撞的。以生存来讲，我们要回想2000多年的世界，以生存来讲，生存是很不容易的。你一个判断错误，你可能这个命就赔掉了，就没了。所以我们现在是因为生活条件好了，生存比较没有那么严苛了，会觉得哇，摩羯座怎么这么悲观？可是如果你回到这个时序、这个时节，然后回到古人大陆型气候他们那样的一个理解这个世界的能量的确就是存在这样子的一个很残酷的，你有现实要面对，你要想办法生存下去，这个就是摩羯座。然后因为是日照最长的一天，黑夜最暗长的一天，所以你会觉得摩羯座的人天性为什么会有一种悲观？对，因为这就是天地的能量，他们只是顺应着天地的能量。因为黑夜最漫长，对北半球的人来讲这个感觉是有一个比较暗黑的感觉是比较悲伤的这样子的一个能量，相较于夏至的欢乐啦。因为夏至是他们享受阳光的时候，那摩羯座的这个能量在冬至的时候能量反而是我们要静下来的能量了。太阳基本上在摩羯座冬至的第一天呢，就开始在往北走了，因为摩羯座把它转向了嘛，然后往北方要回来北方的时候呢，就慢慢的往北方走，就走到了水瓶座。水瓶座呢，在1月20号开始于1月20号左右，然后对应的节气呢叫做大寒。刚刚有讲摩羯座其实是往大寒冲的，然后冲到大寒这一天1月20号的太阳进入水瓶座。好，那这个时候水瓶座开始接棒了嘛，接棒继续跑，水瓶座会从1月20号跑到2月18、19号左右，大概1月底到2月底，这段时间都是水瓶座的月份。那这段时间的能量是属于什么样子的呢？太阳其实在这段时间就已经开始要往赤道移动了，因为开始要往北方回来了，要回来北方了。那表面上面可能在摩羯座的月份就是大雪覆盖，很厚重的雪这样覆盖在地面上嘛。可是到了水瓶座的时候，其实气温已经开始慢慢的、渐渐的解冻了。表面虽然还是有雪非常的厚重，可是地底下已经有一些暗流已经开始慢慢的在解冻了，慢慢的在回暖。你可能觉得它外表好像很疏离，可是其实他们内心是非常友善的。
就是对应这个大寒这个时节到雨水这段期间的能量，其实是里面有一些温暖的这个暗流已经在流动着了。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好像似乎有某一种能量是在做一个进化，要带人类，我们每一个人这个世界上的生命要进入到下一个循环，下一年。所以其实在大寒到雨水1月底到2月底这一段期间，这个能量呢对应到水瓶座，就是它具有人道主义嘛。为什么水瓶座其实是蛮关心一些人道议题的啊？我们的人类要往哪里去啊？我们还可以怎么样更进化，以及对这个世界的真相，水瓶座其实是很在意真理真相，这世界的真相如何，宇宙的真相如何，他都是非常关心的，还有人类的未来这个也是水瓶座的象征。那到了这个双鱼座的时候呢，就是2月19号太阳移到了又更靠近赤道一点了。那双鱼座对应的这个节气就是雨水。雨水一听就是天上掉下来那个雨水，是不是很多水非常的双鱼能量在这个时期的确雨量非常的丰沛，春雨绵绵，雨水充沛。而且双鱼座是从2月19号到3月20号刚好就是这段期间2月底到3月底，太阳是往赤道奔去的。太阳往赤道奔去，冰雪融化成水直接所有的冰都融掉了，变成水。哇，那是非常大非常丰沛的这样子的水的能量那在这个时候雨水也很充足，所以双鱼座它情感丰沛，宛如大海一样的这个意象也是非常对应这个时节的能量。然后在这个时节温度湿度逐渐上升，那它刚好又是在一个冬天要进入到春天这样的一个季节交替的星座，所以它也是变动星座。那刚刚水瓶座是冬天的第2个星座，它是固定星座所以还是会有一种冰冷的距离感。可是其实水瓶座底下已经开始有一些慢慢解冻的这个暖流在到了双鱼座是全部融冰都化为水，哇，非常丰沛的情感然后加上季节在转换的这个期间，它的确也比较容易过敏，因为温度湿度从冷变暖的时候，的确会有这样子的状况发生，所以的确会有一些界限的问题。大家也可以想象一下如果说2月底到3月底，就是在雨水这个节气呢，到春分这个时间点，双鱼座的时间点，它是一个像大海一样的，就是所有的冰已经融冰完了，而且汇聚成像海洋一样这样丰沛的水分不管是雨水还是海洋，它其实都有一种消融感。这个时节天地的能量就是用水来消融所有的界限，因为水无所不在，水可以渗透进所有的地方，可以淹没所有的界限跟隔阂。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双鱼座我们会讲边界消融，边界消融。你如果对应它的这个月份，在这个月份期间的能量的话，就可以理解哇，它就是一个溶解万物之间的隔阂这样的一个能量。通常占星学也会用海洋来作为双鱼座的意象那海洋是没有边界的，无边无际的大海然后海洋也是可以把所有的东西都汇聚在一起，海纳百川嘛所以你是一个小水滴呢，还是你是大海的一份子？这个合一、包容、接纳、融合的能量呢，也正相应着双鱼座的本质。太阳就是经过双鱼座就会再一次回到了赤道又是直射赤道，又再开启了下一个年度的春分所有的12星座轮过一轮之后，又会回到了牡羊座。好，所以
今天呢，就是带大家从古人的世界怎么样去观察我们的大自然的现象，那怎么样把这个时间点这个 moment 大自然的现象去对应到太阳在什么星座，去做一个记录太阳走到这里在什么星座，那这个星座这个时间点天地万物共享有的能量，古人观察到的是什么，把它做一个记录下来，最后就变成太阳在双鱼座出生的人，他当时出生的那一刻享有的天地万物的能量就是情感很充沛。在双鱼座出生的人，他当时出生的那一刻享有的天地万物的能量就是情感很充沛因为在他出生的那个时节春雨绵绵雨水充沛，他其实是这样子慢慢的理解下来的。所以其实星座跟四季是非常有关联的那我们也看到了不同的星座在不同的季节里面的开创固定跟变动的能量。那今天我就是用这样子的角度让大家去理解星座它其实是可以怎么样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那这是从节气从四季的角度去理解12星座。那下一期呢，我们可能会从别的角度再来好好的谈谈这12星座它其实也还是有其他隐藏的智慧在里面的那如果你喜欢的话，记得帮我按赞订阅加分享。好，那我们就下一集再见咯，拜拜。